告訴你们一個很扎心的事實：3代 EA888發動機，即便是改進了活塞和活塞環的那批車，時間久了也會燒機油。跟2代相比呢，只是它燒機油的時候會晚一些。你們以前經常聽我說，2代的發動機10萬公里是個坎兒，那麼3代的發動機改過活塞和活塞環了，15萬公里是個坎兒。這台如果說我所言為虛啊，對於這款發動機，全國我說第2，沒人敢說第1。那我這麼說，你們肯定要說了，這王八蛋飄了啊！修了幾天 EA888 發動機，覺得自己牛逼了。這個 EA888 發動機呢，跟當年的桑塔納一樣，誰都能修，就是個街機。這話一點都不錯。但是你會修，我代表你能修明白。那我到底有沒有吹牛？我們先來回顧一段歷史。這是我當時在2017年的時候，在汽車某家裡面自己發的帖子，都已經那個時候所有的燒機油的哪些問題啊，相信很多人，包括現在很多的這個自媒體上的修這款發動機的專家，都是看了這些我的作品。2017年的時候啊，其實最早是到2013年的，因為有些論壇太老了，賬號都已經進不去了。那包括這個也是2017年的。然後呢，這個頭像功夫熊猫哈，是我現在自媒體上名字都差不多，对不对？這個呢是我另外一個賬號，韓大爺韓年輕啊。那當時2018年的時候，我2個賬號輪流發。2018年的時候，那個時候像抖音啊、視頻號啊這些東西都還沒有呢，或者是剛剛興起。那我那個時候都是在汽車類的論壇上發的這種燒機油的，看到沒有？還有這個進口的奧迪 TT 啊，這個也是當年德意製作，非常仔細的把這個活塞環啊以及許多箱串氣，對吧？然後气門跟气門導管配合間隙，對吧？都給你們講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說這些理論的發起者、奠基人，我想應該都算是我，對吧？看到沒有？我這個東西都寫的非常詳細的給你們，包括渦輪的漏油，對吧？然後呢，這個活塞環一體式活塞環的這種缺陷，對吧？然後呢，曲軸箱串氣為什麼會導致活塞環刮油，反向刮油導致燒機油？改用這樣的波浪活塞環，然後解決的思路，對吧？那這些東西當時都是我提出來的。這個是2019年的時候，是吧？一台奧迪 Q5 對於燒機油的整套理論非常完整。其實這套理論到現在都一直適用，對吧？並不是說現在就過期了，只是說現在我們修的比之前更仔細、更完善。但是其實當時那個時候，這套理論就已經完成了90%以上了。現在只能說是經過這麼多年的沉澱、查漏補缺，能夠完成到100%左右的完成度。歷史回顧完了，我們接着講這個事兒。那這款發動機呢，儘管改了活塞和活塞環，但是還有一定概率會燒機油，大家想必非常的沮喪。這裡呢還有一個振奮人心的好消息，這個車燒機油的另一個密碼我也找到了，但是我暫時不會說保密啊，這個是商業機密。但是我保證，我修完以後，這個車只要你好好保養，按時保養，不是說100萬公里、200萬公里它不會燒機油，至少正值壯年的情況下是絕對不會燒機油的。那麼如何把這台車修好，不但不燒機油，還把它的动力能提升，油耗能降下來？看我們是怎麼修的。5000塊錢的那種換副活塞環、換副气門油封的大修，跟我們這種認認真真的再制造的大修有什麼區別啊？一定要把這個視頻看完。這個是車輛名牌，就是車輛的身份證啊。城下元宝梁這款車的元宝梁呢，跟老的新帕是一樣的，它只是改了發動機和變速箱。然後呢，這個下擺臂啊，你們是換膠套還是換總成？我給你換總成，會不會被人罵？來，打開看一下，發動機裡面髒不髒？哎，這也看不到啊，但是仔細看還可以啊，沒那麼髒。機油啊用的還是不錯的啊，應該。好乾淨的發動機啊，居然也會燒機油，為什麼呢？這個是雙質量飛輪啊，這個礦量嘛有時有一點，但是還能接受，沒有說那麼大。那這個呢？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這個是薩克斯的啊，代工商是薩克斯的。現在開始捅活塞，估計呢還要打部分同行的臉了，主要是針對免材自理燒機油這批人啊。來，我們轉一下看一下，首先啊，它這個活塞環已經是波浪環，但是它還是燒機油了。那為什麼波浪環它還會燒機油呢？不是說改進的活塞環就不燒機油了嗎？燒機油的原因有很多啊，比如說活塞環对口，看到沒有？第一道、第二道這都已經對口了，這會造成嚴重的曲軸箱串氣，導致機油蒸汽過多，超出了廢氣閥的分離能力。看一下有沒有拉傷，而且已經有點拉缸了，看到沒有？所以說像這種情況，你洗免材自理有什麼用啊？來，第二缸捅出來，用力兄弟。好，我們再看啊，第二缸对口是沒有对口，
但是活塞也拉傷了。來，第3缸，好，拿過來看一下，轉過來，活塞環有沒有對口？看一下啊，對口是沒有對第3缸啊，但是也拉傷了。來，第4缸，用力，兄弟，用力，不行啊，兄弟啊！啊，来，拿过来看一下，你看這個活塞環就直直的就對上了。你這種情況去洗免拆這裡，是不是叫智商稅？這是不是腦子有坑呢？是不是有毛病呢？來，啥情況？這個水到裡面不知道是什麼的。你嘗一下味道是不是甜的？媽的，這個水道裡面肯定有問題啊，這個樣子。到時候給它水箱水道都沖一下啊！你看一下這個散熱器，看一下这个散热器能不能那個過水。這個應該可以接着用回去。你們看啊，這個排氣門的氣門油封我都還沒拆，對不對啊？油封還在，然後我輕輕的懟一下，掉了，輕輕的懟一下，掉了，對不對？說明什麼問題啊？說明這個油封一點咬合力都沒有了，對不對？然後呢，這個變速箱機腳都這個德行了，你們說要不要換？換了是不是要被你們罵成換電工了？還有這個發動機機腳，對吧？用手都能把它掰彎了，看到沒有？所以說該換的你就老老實實換，對不對？然後呢，這根稀奇古怪的這根管子，看到沒有？這個組合管要不要換？有沒有原廠的？這個頭，這一次這個頭是金屬的，它不是塑料的，看到沒有？然後呢，網上買的這根管子，看到沒有？它這個頭是塑料的，這個應該是後來的替代號。很多人啊，拿着那個活塞跟活塞環啊，認為說換了活塞環問題就好了，拿着這個梗炒冷飯，翻來覆去炒，燒機油有那麼簡單嗎？配氣機構你們考慮過沒有？配氣機構，氣門你們考慮過沒有？氣門來過來看一下，這個是排氣門啊，這個是氣門導管，插進去，你看這個擴量大不大？鬆不鬆？那你們注意過這個問題嗎？對不對？然後呢是進氣門，來別拿走，進氣門啊，进气门相对好一点，但是擴量也比較大。那這種情況下，如果你不解決這個氣門導管間隙的問題，燒機油能解決嗎？啊，這裡燒機油有那麼簡單嗎？啊，換個活塞環，換副大修包就解決了嗎？你想多了。這都拉成這逼樣了，不知道還能不能拋光拋得出來。原則上來說呢，我也不希望彈鋼，但是沒辦法，該搞你還得搞。那經過周密的測量啊，那這個是磨損了2到3個絲啊，這個是正常的。來下一個，那這個也是磨損2到3個絲，這也是正常的。再下一個，這也是磨損2到3個絲，這也是正常的。再下一個，來，好，這個也是正常的。那如果說它這個印子拋光能拋掉，咱就不彈鋼了。如果說這個印子拋不掉，那該彈鋼咱還得彈鋼。這個氣門桿子啊，看一下，負3絲不到一點，負2絲半啊。那這個應該用標孔還是用大孔啊？看，排氣門啊是負6絲的，所以說你這個氣門導管用哪一種，你還是要根據氣門桿子的尺寸來選配。來，波哥，抓緊時間啊，抓緊時間。好的啊，咱們這個氣門導管呢，也不是那種街上買的5塊錢一根的那種啊，我這個氣門導管是天然汽車的，硅錳銅的，高含量硅錳銅的，那個比例硅的含量比例特別的高，所以價格也比較貴啊，買過來15塊錢一根，那我賣你20塊錢一根，過不過分？東西都拿回來了啊，波哥氣門導管16根全換掉了啊 ，OK。所以說啊，這5000塊錢的大修，誰會給你們換氣門導管，對不對？哎，波哥，永康有沒有5000塊錢的大修啊？沒有，沒有。有沒有3500的大修啊？哪家做的？3500有，3500有是吧？怎麼做的呀？他們是怎麼做出來的？氣門導管換了以後要做到怎麼樣呢？氣門在裡面來回很靈活，而且非常緊緻，就是屬於這種既緊緻又靈活這麼一個狀態是最好的。來，過來。那我們看一下，這個是進氣門啊，插進去。你看，來回抽插是靈活的，但是呢，也沒什麼間隙啊。這進氣門，然後呢，這個是排氣門啊，這是排氣門，插進去，來回抽插是靈活的，然後呢，沒多少擴量啊，沒多少擴量啊。插頭換了幾個？這個 ABS 電磁排的插頭，看一下零件號，看一下零件號，4H097372A，你給我拿着，我拍個照。好，不光是這個2角的插頭壞了，這個3角的插頭也壞了，是吧？那這說明什麼問題啊？說明有人拆過這個進氣歧管，可能挖過煤，或者是換過噴油嘴，不然的話不可能所有的插頭它都需要拔，對不對？那插頭壞了，我們只能壞什麼給它換什麼。對於這個氣缸蓋的強化，首先使用進口的氣门彈簧，都知道這款車的氣門彈簧容易斷，主要是进氣門。那有條件的呢，用進口的；如果條件一般的，用國產的，但最好是把它換掉啊，因為這個東西容易疲勞。那這台車呢用的是進口的，火花塞換4個原廠全新的，本身就上汽大眾的，咱們就用上汽大眾的。使用進口220的气门油封比國產的福恩更加的不耐用。3通跟
涡輪水管接頭全部改成铝合金的，這輩子都不會漏了。氣門的話呢，排氣門的給它換新的，感覺有點拉掉了。进氣門的沒問題。那麼氣門導管全部換成天然氣色的氣門導管，這樣的缸蓋絕對是萬無一失的缸蓋。這個水溫傳感器呢，最好是一次性換掉。上主，我之前碰到過一個車，大修准備給它換，開了個半年，水溫信號失準，使用原廠止退片啊，這個東西呢必須用原廠的。那說實話，你們5000塊錢的大修能給你們用原廠止退片嗎？我們使用的是小日子锂盐的活塞。那為什麼使用小日子锂盐的活塞呢？因为我個人認為小日子锂鹽的活塞比較絲滑一點。原車配的是科爾本的，那科爾本跟锂鹽呢兩個品牌是平起平坐的，一個是德國，一個是日本的。我們用的是82.420的3代機小活塞，那這個本身就是3代機啊，用這個活塞非常的省油。活塞環是等離子噴塗的氣環，配氮化處理的油環，絕對萬無一失。不過我說的啊，3代11888照樣以後有大批的燒機油，不要以為改了這個活塞環就萬無一失了。那這輛車它本身就是改進的活塞環，它不是也燒機油嗎？不過好在這個燒機油的密碼我已經掌握了啊，這個車燒機油的問題在哪裡？暫時先保密，但是我知道。這個機油噴嘴30牛米啊，但是這個機油噴嘴呢不用換，因為它不帶單向阀的，裡面是個直筒的。這款發動機呢，頭尾2道的大瓦螺絲換新的啊，為什麼呢？因為頭尾2道會斷。那為什麼會斷呢？其實這跟我沒關係，它設計的問題啊。你們看這個地方有延伸過去的，中間3道，側面3個孔輔助螺絲，但是頭尾2道你看這裡是空的，對吧？這裡是空的。然後呢，邊上沒有輔助螺絲，邊上沒有輔助螺絲。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廠家是這麼設計的，這麼設計就容易導致中間3道環的螺絲不會斷，但是頭尾2道瓦的螺絲會斷，這個是設計問題啊。我都有碰到過，質保期內新車都有斷的。那這個問題呢，我不背鍋啊，車主也不背鍋，這跟咱倆都沒關係。如果斷了，保修期內我倒霉算我的，保修期外你倒霉自己掏錢換螺絲。60牛米加90度，好。打膠是一門藝術活啊，膠性要打得好看。其實那個自動打膠機呢，也叫自動點膠機，買一個也不貴的。我們永康這邊很多的，但是呢，我覺得手工打膠效果其實是一樣的，沒有必要搞那些花裡胡哨的。3代的油封內扣的這個層口，一定要專業工具導向。來，這個機油棒啊要注意，如果有一批是22個齒，有一批是24個齒，如果碰到24個齒的，一定要給它換成22個齒的啊，有缺陷。3代的擋油板相對於2代，它也加厚了啊，擋油效果更好。下油底殼，油底殼呢就不換了啊。如果沒有變形，沒有說滑絲，咱就不換了。我們修車也不是什麼都給你換，好的肯定是不會給你換，那不好的讓你換的，你就老老實實換。然後呢，油位傳感器密封圈啊，這個密封圈一次性的給它換掉，就是這個東西，密封圈換掉上。這款車不是有的時候發起來以後會有蟲叫聲嗎？對不對？這種蟲叫聲，很多人呢認為是平衡軸的軸承壞掉了，換的是前面那個軸承，來頭拿過來，認為是這個軸承壞了，是吧？其實呢是裡面這個軸承，你們發動機洗完以後沒有給它及時上油，所以才會咔咔咔叫。如果是裡面這個軸承缺油，看你們那個軸承換100遍都沒用，對不對？3代機這個平衡軸呢是可以輕鬆插入的，不像2代的那麼緊。這個缺口啊，朝油底盒下去吧。哦了。飞轮螺絲一定要打螺紋膠啊，必須打螺紋膠，不然到時候漏油，你們以為是曲轴後油封漏了，其實是這個螺絲孔漏油。然後這邊的平衡軸油封還有這個水泵皮帶都換成新的，再戰30萬公里。然後呢，軌道換新的啊，這個摩擦件雖然說沒壞，但我希望你能再開30萬公里，所以給你換新的。這個東西呢，早晚會漏油啊，我說的早晚會漏油，所以趁機給它換成這個鋁合金的，這輩子都不會壞了，對不對？換成鋁合金的，那這輩子都不會漏了，是不是？完美對接發動機和變速箱，咔嚓一下就進去了，爽！這台車的變速箱沒毛病啊，這款7速湿式雙離合變速箱還是非常穩定的。這個閥電磁閥相當於是控制變速箱的流速的，就是說相當於是變速箱的節溫器。我冬天的時候讓變速箱迅速升溫，我水不放過去；我夏天的時候需要它，或者說我熱了以後需要散熱，打通水循環給变速箱散熱啊，沒有壞。很多車這個東西都容易壞，它之所以沒有壞呢，是因為防冻液用的好。原廠氣缸床，這個是17奧迪的原廠氣缸床，就跟那個 Q5、B8 最後那一批3代的氣缸床是一樣的。這個3代的氣缸床呢，國產的是白色的，進口的是紅色的。2代的氣缸床呢是金色的，是有區別的啊。螺絲孔差一個，如果說你搞錯的話，防冻液會漏到機油裡面去。上缸蓋，那正常來說呢，我們缸墊是不打膠水的啊，差得遠了塗。正常來說，我們缸墊是不打膠水的，除非是有些麻麻賴賴的要打缸墊膠，那這台車是好的，咱就不打膠水，直接上。缸蓋螺絲呢，書上說是40牛米加2個90度啊，但是我試過是拉不到的，根本拉不過來。正常來說，60牛米加1個90度足夠。
我几百上千台的試驗絕對沒毛病，相信我啊。剛開始拆的時候我沒注意啊，這不是原廠的，看到沒有？連個大眾奧迪標都沒有，漏水，看到沒有？漏水。更換全新的水泵跟節溫器啊。這個水泵呢，我們用的是17大眾、17奧迪的原廠水泵，我個人感覺啊，只是個人感覺啊，比上汽大众的耐用一點。上涡輪增壓，高功率的都是帶電子阀門的啊，像這個就是 2.0T 高功率的。這個綠色的傳感器啊，長在這個位置的，是幹嘛用的呢？感應機油噴嘴的油道壓力的。那這個傳感器呢，原車的這個也沒有擊穿，也還好。那為什麼要給它換掉呢？一個是如果到時候壞了，這個東西換起來很麻煩，這些東西全部要拆掉。第二個，這個車是外省的，到时候萬一壞了，我得跑外省去擦屁股，所以還是给它換掉。打膠一定要打出藝術感啊！好的膠線給人一種美的享受，膠打得好，膠用得好，也不容易漏。這款車的气门省干呢很容易漏油啊，就是很多車就算沒燒機油，你開個5年、6年它也會漏油，主要是這個火花塞孔這邊漏油啊。原廠出廠的時候用的是厭氧膠，那你要解決漏油呢，把蓋子掀掉，重新打成這種黑膠就不會再漏了啊。來，下蓋子，這個水管廢了啊，拆一次廢一次。那這個是原車的，這個是後來的，這個呢是國產替代號，這個是進口的，區別就在於呢，這個頭啊，這個是塑料的，這個是金屬的，但是價格呢不一樣，這個進價1000多，這個進價100多，200不到，所以說替代的直接就用替代就行了，能省下好幾百。儿子们，來，所有螺絲15牛米拧緊啊，緊一個畫一個，這樣就不會漏掉。像這些密封墊啊，用的都是原廠件，那為什麼我們不用大修包呢？要用原廠件一個一個給它換呢？對不對？就是為了保證維修質量。如果你要便宜的，要用大修包，我也可以給你修，對不對？按照你的要求來，但是要求精品的，我必須給你做到最好。剎車真空泵墊子，原廠的拿出來50塊錢一張，市面上普通的15塊錢一張，50跟15，你怎麼選？剎車真空泵咱就不換了，這種方形的泵啊，這種方形的泵它不容易壞，原來2代那種圓的泵它容易壞，所以後來廠家也發現了這個問題，所以之後2代的後期跟3代全部都是用這種方形的泵。全套3代EA888的改進版鏈條，都是原廠件啊，不是什麼品牌件啊。我認為3代的鏈條是改善的最完善的鏈條，這麼密這麼厚。聽說5代的鏈條又改成這麼薄了，大概就這麼一點，可能也是怕我們沒飯吃，給我們留口飯吃，對不對？這2個密封圈呢，給它換掉，換成小日子的浮膠圈。這個鏈條上蓋換原廠總成全新的，那你說省一點對吧？換那個密封墊行不行？大修包裡有，那當然也可以了，對不對？但是我為了追求質量，因為這個東西時間久了，高溫可能會變形，那肯定給你換總成，是不是？所以說價格不一樣，修出來東西也不一樣，具體怎麼樣你自己划算。這個機油主閥原車的不帶單向阀，不帶單向指揮功能，早上冷车會異響。那我們大修的時候呢，給它換一個，換成改進的高低壓傳感器啊，然後機油噴嘴控制電磁閥，以及底下還有個電磁閥，一起都換掉。為什麼要換呢？這些東西啊，在3代機上都是易損件，這2個機油壓力傳感器呢沒有擊穿啊，但萬一回到江西擊穿了。到時候我回頭又來找我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還是給它換掉。本地車的不換就不換了，就算擊穿了漏油了，我本地好處理。一排 AVS 電磁閥全部都要換掉啊！奧迪的可變生成叫 AVS， 寶馬的叫 Wolftronic。奧迪呢只有高低2個檔，寶馬呢是無級調節，還是有差距的。上進氣氣管，這個插頭也是換過的啊，這個插頭之前那個都爛掉了。原廠全新废氣阀啊，尾號帶 BS 的，這個是高負壓的 2.0T 高功率的，全是高負壓的。大碼。原車這個廢氣閥呢，也不是說它已經徹底廢了，只是說用了這麼多年了，那大修的時候一起換掉。他們5000塊錢的大修呢，是肯定不會給你換廢氣阀的，對吧？要換廢氣阀得加錢。這是什麼情況啊？這車拖回來啊，廢了嗎？拉不起來，來，後面濃煙滾滾。什麼原因呢？噴油給擊穿了。這個先要聲明啊，這車平時保養啥都不是在我們這裡做的啊，這種濾芯我們是不用的。再看這個發動機裡面，髒成這逼樣啊，跟咱沒關係。上鏈條鐵蓋，那我們那時候換蓋子總成的原廠件啊。那你說有些便宜的5000塊錢的大修是吧？蓋子不換的，就換個密封圈，那也可以的，對不對？便宜有便宜的做法，貴有貴的做法。你要用大修包也可以啊。原廠電磁閥啊，06K 的，在這個位置啊。這款車呢，這個電磁閥特別容易壞，壞了以後亮發動機故障燈。這個呢是調節機油泵的，更換2個原廠磁鐵啊，大眾原裝的，奧迪原裝的。那你說5000塊錢的大修，這個磁鐵肯定是不換的，對不對？哪怕稍微有點漏油，他也不管的。所以說1分錢1分貨，不要以為我貴人家便宜，我貴有貴的道理，我這個錢都是花在你身上的。帶的是鋁螺絲啊，不要擰斷了。原廠皮帶啊，誰代工的我也不知道，我有的時候用原廠，有的是用蓋磁的，但是差的我肯定是不會用的。好，原廠皮帶到位，至少10萬公里肯定沒問題。氧傳感器它包括故障，雖然說是偶發的，也給它先換掉。
用的呢是博世的啊，直接从博世代理那边拿过来的。这个发动机原厂就是博世配套的。这个机脚啊还是用原厂的啊。这个帕萨特是个杂交车啊，有些東西跟 MQB 平台的一樣，有些又跟 PQ 平台的一樣。你看這個發動機機腳、變速箱機腳就是 PQ 平台的。我們用的都是原廠件啊，都帶標帶碼的，看到沒有？都是帶標帶碼的，都是原廠件。什麼是負責任的修理廠？這個就是負責任的修理廠，連插頭報廢了我都給你換掉，總共4個插頭啊，點火圈插頭4個都給它換掉。這個碳罐電磁閥的管子有點裂，給我發一根。這根碳罐電磁閥的管子啊，從這裡到這裡，對吧？給它換一根新的，原來那個已經開裂了，原廠件啊。發動機總裝完畢，這才是一台完美無瑕的發動機。你什麼再製造啊，什麼5000塊錢的大修啊，怎麼可能修出這麼完美的發動機呢？對不對？所有的短板，所有的罩門，全部都一次解決。發動機進去嘍！看看這個擺臂啊，連膠套都爛穿了，看到沒有？那估計有些人啊，自己窮的叮當響，又要替車主省錢了，對不對？換個襯套多好啊！你給人家換擺臂總成，我操，又不是勞斯萊斯的擺臂，好幾千塊錢，這還買了200多塊錢的擺臂，換個毛襯套，有病啊！擺臂呢，我們拿的是原廠配套的啊。還有這個小吊桿啊，球頭都破掉了，那換掉。那估計又有人說了，我是奸商，動不動就換。現在這個球頭也有人修，100多塊錢的東西，你修個毛球頭啊，是不是？上元寶梁，然後呢，接管接線，接完之後，等一下加油、加水、加冷媒就可以啟動了。88、99的機油呢，我們是不用的啊，我們用的是什麼機油呢？來，對不對？眼下要求比較高的，用的是德聯的超級全合成；要求一般的啊，主打一個性價比的，那用的是5W40的，也是德聯的。這個主打性價比，這個呢追求極致的享受啊。然後呢，使用真正的全合成機油啊，車子要好，機油一定要用好，房東也一定要用好的。那這個車呢，我估計63不一定夠，因為它這個3代機的油底殼是加大的，平時保養就得加5.7升、5.8升了。先加個6升吧，反正有機油尺了，對不對？如果你們怕買不到正宗的機油，怕買到假機油，來問我啊，我知道哪裡有正宗的。這個機油蓋啊，老是漏機油啊，機油蒸汽老是出來，那直接上一個 GTS 的強化件就 OK 了。蓋上去，加強過密封圈以後呢，就不會往外滲油氣了，有點緊啊，蓋起來。使用德聯的防凍液，這個防凍液呢也是奧迪出廠的配套防凍液製造商之一。你看，我說這個車是雜交的吧？這個空氣濾芯用的是 PQ 平台的，這空氣濾芯換一個啊。這個按理說 MQB 平台的濾芯是大一點的，這個還是 PQ 平台的，所以說還是個雜交車。行了，再來，再給別擋着我。濃煙滾滾，發動機好不好，打着就心裡清楚了。這聲音啊，非常的清脆，潤物細無聲啊。加注冷媒啊，我們用的是什麼冷媒呢？我們浙江本地的知名產品，聚化。然後呢是亞運會指定贊助商，那肯定不會差，對不對？機械問題都沒了，就是啟動的時候略有延緩，對吧？有1秒左右的延遲。啊，1秒左右延遲。對。高壓泵的數據會掉嗎？會掉。那掉的快不快？掉的不是很快，很慢。啊，就是比那種打不着的那種車掉的要慢，但它還是掉。對。高壓泵的數據，對吧？對。好，那我們試一下，真不行的話，該換還得換，跟車主講一下。這款高壓泵沒有辦法換密封圈，它是漢死的，2代可以換，3代不能換。熄火掉以後啊，這個壓力值往上漲，因為汽油啊它會揮發。那熄火掉以後呢，本身是有點會泄壓的，泄壓壓力會掉，但是汽油揮發以後呢，壓力會漲，此消彼長，對吧？但是總體來說，應該是汽油揮發漲上去的多，所以說壓力應該是往上走。但如果說它這個壓力不往上走，或者說是緩慢的往下掉，那就說明什麼？輕微的泄壓。那輕微的泄壓呢，還能用啊？你看這個車開始輕微往下掉了，對不對？說明這個泵還能用。要求高一點的人呢，你就換；要求不高的人呢，那你就接着用。但是如果說掉得很厲害了，那是必須要換的。那麼這台車屬於輕微的，慢慢往下掉，我看過了。停一個晚上或者不是停1個多小時以後也掉，但是掉的沒有那些車那麼誇張。這個高壓泵你換還是不換？這個泵呢是2代的泵啊，不是3代的泵。我之所以給你們拿出來，就是告訴你們其中一些事情。這個泵看到沒有？這裡有2個點，可以把這個拆掉，裡面的柱塞、密封圈可以換。那換這個柱塞跟密封圈呢，也不是原廠件，但至少還有外面的品牌件給你換。但是3代的就不能換。這個是我車上換下來的啊，我那台奧迪 Q5前兩天不是大保健嘛，這個輕微有點也是輕微有點滲漏，我把它換下來了。那這個是3代的，為什麼給大家看呢？你們看到吧，3代這個地方是焊死的，焊死以後這個地方是沒有辦法分解的，所以說這個只能換泵，你想換密封圈也換不了。但是呢，平台上好像有些可以寄過去，用激光割開，油封換掉再焊回去。那這種做法靠不靠譜，我也不是太清楚，所以我不敢冒這個險。哎，我操，好像是可以換的。有個6邊形的，去網上找一下有沒有這種工具賣。你還別說，哎，網上還有賣的，這個噴油嘴的3代的這個高壓泵的修理包，居然還有賣的。那這個東西呢，肯定不是原廠的啊，絕對不是原廠的。這個高壓泵訂過來了，那麼跟車主也講了，
它反正車主說延遲1秒鐘，泄漏的也不厲害，就不換了。那這個問題講清楚，日後保養棒出問題，汽油跑到机油裡面把機油稀釋掉了，引起的一系列問題，我們已經起到了告知的義務，那收主不換收主的事情。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啊！说實話，這個3代888確實比較牛逼的啊。但是這個燒機油的問題呢，也確實比較煩人的。但是經過本帥的精心維修，燒機油的事兒已經不叫事兒了。很負責任的告訴大家，3代12888燒機油密碼我已經破解掉了，可以放心大膽的修好，而且保證修完以後不會再燒機油。當然了，前提條件是你好好保養啊。這個不燒機油呢，也不是說這輩子永遠不燒，那你開100萬公里正常磨損那另說，對吧？就是不會在正值壯年的時候燒機油。試車歸來，動力澎湃，聲浪迷人。那回去以後呢，好好的保養。這個3代12888發動機啊，其實下面改了，上面又出問題了，所以才會導致燒機油。那當然了，我有絕对的把握把上面也給它強化掉，把這個問題給它改掉。那也有可能呢是大家的不幸，也有可能是我的幸運啊，還有口饭吃。我以為2代的修完了，3代的沒得修了。那眼下情況看来，3代還有的修。回去以後，雖然說經過我的精心維修，所有的漏洞都補上了，該強化的都強化了，但是如果你回去以後不好好的保養車輛，可能還會有問題。那麼很多車友問我，回去以後機油用哪一種呢？怕用到假機油，對不对？那我個人使用的呢是2款，一款是德聯的超級全合成，一款呢是德联的普通版本，一個 0W40，一個 5W40。如果說條件允许的，那就用這個超級全合成，絕對絲滑，对吧？如果說講性價比的、實惠點的，那就用普通的 5W40，奧迪原廠配套的那種，運用也沒問題。定期使用燃油添加劑啊，積碳跟燒機油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，不控制積碳有可能會舊病復發。那做到這些之後呢，你的車將遠離燒機油。好了，這一期到這裡，點擊加關注，愛車愛熊貓，修燒機油不迷路。完美交車。